好，我是冯律师。今天我们要告诉你，拿美国绿卡有新门槛了。在美国已经有工作的，或者有能力工作的，或者你有一定资产的人士自己年迈的父母的绿卡申请，这一类人群是将会受到。欢迎来到我美脸 US Law 北美法律第一频道，记得订阅我们，并且开启小铃铛，获取最新视频哦。美国移民法一直有规定，如果你可能成为政府的负担，你将没有办法取得绿卡。但是如何衡量你可能成为政府负担的这个标准，在美国移民法历史上前后有3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1999年的版本，这个是目前来讲最宽泛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版本是 Trump 的版本， Trump 的版本是最严格的一个版本，几乎涵盖了如果你取得过美国政府的福利，涵盖所有的福利，你将会被认定为没有办法取得美国绿卡。所幸的是，拜登上台之后取消了 Trump 的这个最严格的规定，但是拜登不会继续沿用1999年的标准。因此在前2天，拜登政府出台了一个新的提案，这个新的提案是关于如何界定你是否可以成为政府负担的标准。这个标准在我看来是介乎于1999年的标准和 Trump 标准之间的，那么它比1999年要严格，比 Trump 的标准要宽泛。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几个主要的会影响到大家的问题。那么第一个，拜登的这个整个的对这个标准的解释是，如果你将来的主要的生活来源将会是以下这3个政府福利的话，你将没有办法取得美国绿卡。第一个是美国政府发给低收入的人发放的社安补助金，叫 SSI， 它是根据你的收入来确定的。第二个是各个州地方根据你的收入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现金的补助。第3个是如果根据你现在的目前的身体状况，你是有可能要进入到美国政府医保资助的长期看护机构的，那么这个也会让你没有办法拿到绿卡。那么这个是3个非常清楚的福利的标准。那么这个提案还特别强调了以下的福利是不属于这3个标准之内的。那么取得过以下福利的人不用担心，它不会影响到你的绿卡申请。这些福利包括美国政府给予的粮食券，我们叫 food stamp， 以及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福利房，他们叫 housing benefit， 以及给儿童提供的专门的医疗保险，还有除了长期护理之外的美国的 Medicaid 的保险，以及交通的资助，以及因为任何的灾难而拿到的灾难的资助，以及正常的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退休金，这些都不算在我们刚才说到的3大政府福利会让你不能拿到绿卡的范围内。所以拿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保险，你不用担心。另外就是这个提案不会影响到已经取得绿卡的人，就是如果你已经是绿卡持有人，即使你在取得我们刚才说的这3个保险，你也不用担心你的绿卡资格会被取消。另外就是在美国申请保护身份的难民身份的这样的一些人不属于这个我们叫公共负担的衡量的范围，也就是说即使你取得了刚才说到的这3项保险，你也不用太担心。那么这样的一个标准会影响到哪些人？在美国已经有工作的，或者有能力工作的，或者你有一定资产的人是不会受到这个提案的影响的。那么对于美国公民申请自己年迈的父母的绿卡申请，这一类人群是将会受到这个美国公共负担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群。那么作为子女来讲，如果你们要支持自己的父母办理绿卡的话，那么子女如果在美国有收入有资产，那么子女是需要给自己的父母进行担保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也能解决自己的父母将来可能会成为政府负担的一个疑问。那么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希望你能够联系到有经验的律师来帮你做一个分析。目前这个只是一个提案，接下来的60天会搜集公共的意见，公共意见搜集到之后，如果没有明确反对意见，这个提案将会成为法律。希望在座的所有可能可以符合要求的美国公民支持自己父母的这个申请能够顺利通过，在这个提案之前呢，能够顺利得到批准。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希望你分享、点赞、收藏，谢谢。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那就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吧。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你的法律问题我最关心。